今天我要用芋头和高丽菜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大家好，我是 Kisty， 欢迎来到 Kisty Wong TV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？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？那你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哦，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用芋头和高丽菜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颗500克的芋头。先把芋头削皮，芋头削好皮了，把不漂亮的地方削掉了。现在先对半切，再来切厚片。切成粗条状，再换个方向切丁，把芋头放入盘中，准备5朵干香菇。用温水泡软，准备大约20克的姜，先切片，排一排后切丝，再切成姜末。把姜末放入盘中，再分成2份。准备大约10克的西洋芹，先切条，再切碎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一样也是分2份。准备150克的高丽菜，我已经把它泡过过滤水了。现在切成细丝，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香菇已经泡软了，把水分挤干。把香菇切条，再切碎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50克的再来米粉，再放入50克的木薯粉，放入1000 cc 的水。把粉跟水搅拌均匀，粉跟水都搅拌均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锅内倒入足够的油，要炸芋头。油热了之后，把芋头放入锅内，把芋头炸至外皮有点变色，芋头的外皮有点变色了，而且可以感觉到芋头现在变比较轻了，就可以关火。把芋头取出来，芋头盛起来后，先放旁边备用。锅内的油盛一些起来，剩下大约3汤匙的油量。
放入姜末和芹菜末，把姜末和芹菜末炒香。姜末和芹菜末炒香后，放入香菇，把香菇炒香。香菇炒香后，放入芋头，还有刚刚调好的粉浆。1茶匙的玫瑰盐，1茶匙的胡椒粉，再来1茶匙的五香粉，把调味料和粉浆搅拌均匀，搅拌成像这样半熟的状态，就可以关火。取一个8寸的容器，在容器上抹上1层油。旁边也要抹上。把煮好的芋头糕放到容器上来铺平。再用刮刀把芋头糕铺平。芋头糕要铺得平整，这样子受热才会均匀。芋头糕我已经把它铺平整了，现在准备拿去蒸。热一锅水，水滚了之后，把芋头糕放上来蒸。盖盖子，转大火，蒸50分钟左右。锅内放入1汤匙的油。油热了之后，放入姜末和芹菜末，把姜末和芹菜末炒香。姜末和芹菜末炒香后，放入素蚝油，1汤匙的素蚝油，再来2汤匙的黄豆酱。把调味料稍微拌匀，拌匀后加入水，大约250 cc 的水，把调味料和水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放入白糖2汤匙，再来1汤匙的黑酱油，让它有点酱色。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。煮子冒泡泡滚的时候，可以关火。把煮好的酱汁过滤出来。姜末和芹菜末就不要了。接下来准备1茶匙的木薯粉，再加上2茶匙的水，把木薯粉和水调匀。调匀之后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把过滤出来的酱汁倒回原本的锅子，转小火，慢慢把木薯粉水倒进来，让它煮至粘稠状。用小火不断的搅拌，已经变成粘稠状了，像这样子就完成了。这是搭配芋头糕的甜酱。时间到了，哇，超香的芋头糕蒸熟了，先把它拿出来。锅内热一些油，大约是5汤匙的油，把高丽菜丝放进来，不断的翻炒高丽菜，
翻炒到现在，可以看到高丽菜丝已经变软了，还要再继续不断的翻炒，炒至高丽菜变成金黄色。高丽菜丝已经快要变成金黄色了，这时候就要很注意火候。大部分已经都变成金黄色了，可以赶快先关火。它还有余温，会让它变深色。赶快把高丽菜捞起来。把高丽菜丝放到一个容器来，可以冰箱保存。高丽菜油也一起放进来，拌面的时候会很香哦。芋头糕稍微凉了，现在可以用刮刀抹上油，把它切成块状。这里再斜切成菱形。在芋头糕上淋上自己做的甜酱，再撒上一些红甜椒。孩子们不敢吃辣，所以用红甜椒代替辣椒。再来一些香菜，最后放上素油葱酥。哇，马来西亚芋头糕完成了！自制的马来西亚甜酱淋在芋头糕上，有独特的风味。再放上红甜椒丁、香菜和素油葱酥，就是一道道地的马来西亚芋头糕了。如果你能接受辣，可以把红甜椒丁换成辣椒，这味道完全可以解我的思乡愁。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在台湾不需要出国，也可以吃到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哦。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，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、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